一个钢索这么漂亮的涂装，它卖才卖299块。来吧，新玩具 KO 放大版的金属色的钢索，这个配色之前没出过，但是这个 KO 放大版的模具是出过的。那这一回可能也是为了蹭乐森这一波新出的自动变形钢索的一个热度吧。其实乐森的那个模具的变形逻辑，它的底层逻辑就跟 MP08 是一样的，但乐森好在呢，比 MP08 多加了几个盖子，腿部那块包裹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大体上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而这一次呢，放大版的 MP08 模具，同型的高度来到了30公分左右，尺寸还是非常壮观的。身上这一次用了这种金属色的处理啊，全身的板件亮闪闪的，金属的质感非常的丰富。但 KO 版呢也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比如说省略了腿部往下压联动的这个机构。原版的 MP08 这里可以激发开关啊，嘴巴这里张开，下方这里有一个拨点儿，但你现在呢只能手动的拨一下这个黑色的按钮。嘴巴会自动的闭合起来。原版的 MP08 只需要跟这样往下压一下就可以啊，但是 KO 放大版因为模具放大了，所以这一块可能尺寸上面也不太一样了。但另一个联动细节是有保留的，比如摇头晃脑、摇动尾巴的时候，脖子的关节会跟着左右旋转。眼睛换色的这个机构倒是有所保留啊，打开以后弹簧的转轴拧一下就可以换成红眼了。整体来说，体型非常壮大，而且这一次的这个金属漆的质感涂得相当的高级啊，非常的闪亮。那老玩具了，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吧。首先变形的第一步，我们把胸甲的这个地方拉开，这个地方扣的还是很紧的，尤其上了这一层厚厚的金属漆以后，卡扣的地方会变得更粗一些。打开中间连接的地方，把脖子直接180度翻转过来。其实脑袋顶上面有一个卡扣，我们把这里插紧它。小翅膀左右延展开，这里边是有齿轮关节的，稍微的往起翘一截，然后根据这个开口的球碗，把小爪子摆到对应的位置上。胸口的电镀零件这一块，我们整个一个大 Z 字把它提起来，还是很重的，因为这两大坨都是合金的零件。嘿。立起来以后，固定捏好，尾巴左右分开，中间的卡扣也挺多的，不过掰起来的松紧度还行。往开分一下裙甲的部位，这里边也有齿轮关节，把它拉平。腿部的变形，尾巴尖先把这一块折起来。打开这块面板下方插扣的位置，这个板子下方其实还是有一个弹簧的，先捏起来，然后往下转，转开膝盖关节的位置，齿轮把它归位，变成这个样子，再把这一节转上来，靠好。这块脚后跟的零件斜45度的转轴转过来，整条腿旋转180度。立起来上半身之后，我们把腰部这一块往下滑动缩短，在往下缩的同时，胸口这里顶起一个汽车人的派系标志，这也是当时 MP08 设计的非常棒的一个玩点，很漂亮。茶色的透明零件里边印出来的机械内构和汽车人的标志，非常漂亮。接着大胳膊放下来，打开盖板。这块还挺紧的，把这个拳头转出来。两个手的造型并不一样，因为其中一个手这里是有灯光效果的。KO 放大版这点是保留了的，而且把这个开关做成了可以锁定式，按下去手心里边会发光，再按一下关闭。原版的08好像是得一直按着它。纯透明的大宝架扣上以后激发开关，但是这个灯的亮度并不高啊，即使打开开关以后，剑刃上面也只能透出来这么一点点。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电池不足的关系啊，但毕竟这么点一个灯泡，想要照亮这么大一个大宝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同样，大枪的根部也是透明的桩子。
基本上也透不出来。这个红光的灯光太弱了。倒是眼睛的变色机关这一块还是完全保留的，但里边会稍微的卡一点点，我感觉是有一些水口可能没有消干净。电镀的光学镜非常的漂亮。这一回的 KO 版放大的金属色钢索啊，其实它主要突出的就是一个金属涂漆的质感，很漂亮。说实话，这个东西放在这里闪闪发光的，尤其灯光一打，这种枪铁色的感觉会非常的高级。尺寸方面，变成人形高度也来到了29公分左右到头顶的距离。毕竟当时的 MP08 是 1.0 时代那个没有比例的环境下而生的，所以也是玩家们很纠结的一个点。现在 MP 只有这一只恐龙，它是没有办法配比例的，这让人非常的难受。所以这一回放大了以后，这个身高搭配起来就是完全没问题的，相当的不错。配件甚至还带了电镀的大王冠，戴上以后也挺漂亮，亮闪闪的。总的来说吧，这一款主要也是为了弥补当时 MP08 的一个身高问题，再加上这一次亮闪闪的金属漆涂装效果着实漂亮。反正总结一句话，300块钱买这么一个金属全身涂了漆的、加了电镀的，还有很多合金零件的 MP 身高比例的钢索，你还有什么纠结的呢？那么得嘞。这一款放大 KO 版的 MP08 金属涂装版的钢索就是这样了。